尊敬的开幕大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首先呢，我代表苏州科技学院教育公共管理学院广大师生，欢迎大家的到来。借这个机会呢，因为我看到我们在座的也有不少我们校外的这个同仁啊，我把我们学校的简要的情况呢，跟大家呢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学校呢是初建于呢这个80年代初期了，那么由苏州城建环保学院和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呢两所学校呢在零零年合并而组建的科技学院。那目前呢，学校里面呢有这个涉及到的这个有工学、理学、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等9个学科门类。那么这9个学科门类中间呢，在我们教育公共管理学院就涉及到4个学科门类，这就是。那么有12个一级学科的硕士点，涵盖了呢整个的55个2级学科这个硕士点。近5年来呢，我们学院在这个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呢，应该来说也是做出了呢一些贡献。那总共这2年呢，我们获得这个省部级这个国家社科基金有6项，省部级项目呢有17项。另外呢，就是获得这个省部级的这个科研成果奖呢，有这个10余项。那我们学院呢，也是以这个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呢为己任，坚持呢开放办学，开展呢多种形式的这个学术交流。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的请到这个开幕大师与我院的这个师生呢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交流。开幕大师经常也提到，大学校园的莘莘学子不但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培养一颗这个利益众生、服务社会的金子般的善心。今天这场心灵绿化与幸福人生的学术交流，也将围绕这一个主题呢展开。那么我们也衷心感谢呢开幕大师远道而来，为我们呢做这个公益讲座。开幕大师呢，应该来说是当代著名的佛学家、慈善家、理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开幕大师啊，这个学术渊博，智慧深邃，修真境界令人无法揣测。平时呢为人低调，日常生活极为简朴，一心一意利益众生。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个开幕大师呢为我们呢举行这一场呢学术报告。今天在苏州大学跟大家共同进行学术交流心里很高兴。今天我们交流的话题是心理绿化与幸福人生我个人而言呢，作为一个出家人就是作为一个出家人呢，对人生的幸福呢，并没有特别的去关心。说实在，前一段时间用各种网络媒体都一直在报道。同时呢，有很多记者呢也纷纷的询问，到底是幸福人生是什么样？这样的话题在全国上下非常关注。在那个时候呢，我也反复内心观察，使我个人心里有一些毛病呢，还是我们出家人不关心幸福呢，我也说不清楚。总的来讲呢，可能跟实践人的有些心态和有些关心点方面呢，有所不同。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也知道，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学者，也是对幸福人生是极其的关心。那么这样呢，这个学校这边提出一个这个心理绿化与人生这个幸福就这么一个话题，我想呢，也可以大家共同学习。那么共同学习的话，首先我们在座的人都知道，这个环保呢，实际上是有外境的环保和内心的环保，也就叫做是外环保和内环保。
那么作为外环保呢，我们应该在座的人都非常清楚，是对整个自然界的一种这个环境卫生就环境的保护，这一点呢，比可能前一些时代朝代相比较起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应该说是从宏观上看应该不错的，尤其是大城市里面，不管到哪里去，对这个绿化，大家都还是除了极个别的一些偏僻的地方以外，都让人这个很满意的，尤其是在大城市里，无论在校园里、校园外，大家都知道这个环保呢，人们都有所认识到，我们人居住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那么这个环境的绿化、环境的重视呢，也是极为重要这一点呢。也个别人呢，就是对这个环境的破坏呢，也有各方面的这个牵制。我看你们在座的一些同学都可能看过，以前有个《阿凡达》电影其实当时卡梅隆他一生当中最这个成功的就是编的2部电影之一吧。就是那么这个呢，已经直接宣说了，就是我们人类呢，就是必须要有环保的这种概念和意识，而且每一个人有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义务，否则的话呢，我们人类有肆无忌惮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如果一直这个破坏这个外界的话呢，那到头来我们人自己呢，就是过得非常的这个悲惨。那么通过这样的外环保的一种意义来引申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在座的人可能会不得不联想到，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就是需不需要一个环境保护呢？这一点呢，我在想我们在座的人可能会清楚，我们现在的有些教育当中呢，这样学知识，这样掌握科技知识。这方面应该在不管是哪一个课程当中，就是都非常丰富。但是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样这个为人处事，尤其是内心的这种清除一些垃圾。这方面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学科当中呢，比较而言，应该说是可以，就这个缺乏一些知识就许多大学本科生、大学研究生、大学博士生他毕业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是跟这个实践人就是不管是到什么单位当中去，就是有点这个格格不入的这种情况。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学的呢，并不是让我们需要的很多东西让我们需要的并没有学到很多需要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我作为一个佛教徒呢，不管是到那个学校，或者是到那个跟那个知识分子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在人类最需要、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不仅要掌握这个科技知识，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是在佛教当中所讲到的那样的，就是慈悲心关爱心智慧以及这个感恩之心等等，就是这些是更重要的。比这个什么这个知识的是还要这个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在这个学习知识的同时呢，我们可能要就是观察我们内心当中呢，就是什么样的这种知识是在社会当中最需要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到，就是我们内心呢，就是我们佛教讲的贪嗔痴慢嫉妒就这叫做是无度这就是我们人类呢，应该说是最大的一种这个受到危害的这个三毒或者是无度。也就是说呢，我们心里面有了欲望的时候呢，就是什么生活都是不会开心的就是什么生活都是不会开心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是我必须要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呢
以习惯性的我必须要买一个手机，我必须要这个买一部车，我必须要买房子，我必须要什么这个找对象，我必须要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必须要什么什么。这就是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习惯就是农村呢，让你呢就真正是需要就是这样的，但真正你需要这样的一种攀比自信吗？也不一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所有的人就沿着一条路走的时候呢，有智慧的人呢，可能你还要去就是观察一下你的这个心态。当你观察你的心态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现在21世纪不可能就是基本的这个生活条件呢，基本的饮食这个住处没有呢，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大多数的我们觉得必须要不可缺少的这些东西呢，也许是中间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攀比之心比如说一个人就是买了房子，但我如果实在是没有住处的话呢，我必须要就是房子。但是我们很多人的别人已经买了，就是我的同事已经买了，我的同学已经买了，我的其他的这个跟我相等的人已经买了房子的话呢，那我在这里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好像是干不上单，干不上社会，就是这个心态呢，对我们来讲是最严重的。我看到很多大学生呢，其实跟以前的一些大学生完全是不相同的。以前的很多大学生呢，包括他的这个吃饭穿衣服就是也有很多的问题。现在呢，很多大学生呢就是要攀比别人买一个很好的这个名牌的衣服，我也应该要一个；别人有2套、3套、4套衣服的话，我也应该有别人有什么样的这个财富呢，我也要。就这个是一种我们佛教里面这叫做是非理作业，就不是很合理的一种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心态呢，已经成了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生活的一部分呢，无论是你是大人还是小人呢，对我们的整个的创意，或者说是你整个的你的平常的这个日常工作呢，有一定的影响。作为一个老师呢，应该来说，引导学生是他义不容辞的事，这是最重要的。但很多老师呢，可能教课的带学生的时间呢，不一定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如果是在这个岗位上的话呢，可能跟这个赚钱还要就是寻找一些自己的更高的一些地位财富就这些呢，就是不一定就是得到你的这个满意为止。如果你没有得到满意的话呢，你再不断的去寻找，不断的寻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过得很累。我们一辈子当中，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最后你这个工作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还要不断的去寻找，就是到底寻找的什么呢？一直到死为止，就是也没有找到就是自己最满意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有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很多这个学生呢，不管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有时候是我们沿着这个草牛走，合不合理呢？当然是不得不走，但是走的过程当中呢，你有一种反观自己，也观一观这个身边的人，真的是身边的人在寻找这个心灵的这种这个所求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需要这样吗？也许有些人是我实际当中是不需要，但是呢，因为别人寻求，所以我也不得不寻求，也习惯性的一种这个成长模式。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很痛苦的就说实在，我们觉得是我呢就是很不幸的，别人呢就是命运很好的。以前我看到一个泰国的比丘呢，他原来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就是他这个毕业以后呢，到泰国去就是当这个出家人。当出家人的时候，刚刚开始呢，每天都是因为苦行就是那个时候做的营座，然后呢要求他这个学习佛法呢，就是要求非常严格。那个时候他心里面一直讲这个老和尚就是这个方丈长老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做的也是最舒适的殿，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地位权利
学习啊，都是他自由自在，自己的可以安排。我们这些苦行的僧人呢，就是非常痛苦。当时他觉得是我好悲惨呐，就是他好幸运呐，就是一直有这样的。后来他学着学着，就是他自己已经有了这个大和尚的这种地位了。他有了这个大和尚的位置的时候呢，因为他要管理这个寺院的大大小小的很多事情啊，又要管理自己的徒弟啊，又要想到就是弘扬佛法，他的责任心更重了。那个时候他看到很多小沙弥的时候呢，他心里面觉得是我还是很痛苦啊，就是这个小沙弥们很幸运啊，就是很好。那个时候他发觉什么呢？人在自己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你就不觉得就是这个时候是很快乐的。但是你换一个位置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是很痛苦的。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有些学生呢，你在读书的时候呢，可能觉得是这些老师些呢应该很快乐的，他们有工资啊，他们有待遇，他们有家庭，他们有方方面面的自己的车啊，自己的房子啊，以及呢就是生活的各方面都已经这个成功了。而我呢在这里天天的是苦苦的读书啊，就是我跟家里也是带了很多压力啊，就是各方面我好像很可怜呐，就是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当你已经找到了工作，当你真的当了老师，或者是当你其他一些成人的这个成家立业的，就是有这样的责任感的时候呢，你反过来想就是我现在呢就是又要照顾这个上面的人，又要照顾下面的人，又要照顾自己，也要看这个同事的面，所以呢我每天都是这个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事情要处理啊，处理不完。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想这些读书的这个学生啊，他们多单纯啊，多开心啊，多自由啊，就是应该就是自己觉得是自己是很可怜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在想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有个需要什么样的，就是需要有一种满足感。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逃避这样的这个工作的现实呢？就是这个谁也没办法的就是即使你出了家，有些人说就现在我们在家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是很苦恼的，就是我可能会去出家。但是你出了家也是同样的，你可能出家，在这个出家的僧团里面也照样的，你自己需要做饭啊，你自己需要穿衣服啊、洗衣服啊，还有你同样的学习经论啊，你有你的这个痛苦啊。以前我们寺院，我们学院里面呢，有些特别好吃难做的个别人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觉得是在家的这个生活是特别痛苦，就是要去出家。结果出了家以后呢，也照样有这个压力，就是因为出家呢，其实是真正的这个出家的话呢，其实他的压力是应该胜过这个在家人。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真正的这个出家的话呢，他要这个看破自己，而且呢，他把这个大乘佛法的真正的精神要弘扬到这个世界当中去的话呢，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么没有一般的这种心理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呢，就是很难以就是支撑起来。那这样的时候呢，你可能出家也不行，你到任何地方的话呢，没有这种性的力量。所以我在想呢，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反复复观察，受到一些这个宗教的这个就是一些心灵的这种教育。这种心灵的教育呢，逐渐就是潜移默化，你的这个心态呢，就是确实是变得温顺，变得跳入，变得这个开心。我们原来一种这个痛苦不堪的这种心呢，通过一种佛教的这种慈悲观念呐，或者是前世后世的因果的这种这个观念等等，你掌握了以后呢，慢慢就是有很多事情呢，就是想得开，不会呢就是整天的是怨天尤人啊，或者说是痛苦不堪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这个心态呢，光是一个理论知识的话呢，我觉得不仅是你在学校里面，你学校以外到任何一个社会的这种集体当中啊，群体当中的时候呢，你的生活呢不一定很开心、很快乐。说实在，我们现在呢，有些这个学校里面呢，就是像那个自杀的这种现象呢，就是越来越多，就是这种自杀的这个学生，有些这个学生自杀的这种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原因呢，就是有些是这个感情就是这个就没办法就是处理，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这种不满，有些人呢就是找不到
啊，就是找不到，就是一种这个生活的方向。啊，我刚才刚刚听到一个说这个有一所大学里面呢有一个就是学生啊就是自杀了，就是学生自杀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他就是找不到就是人生当中的真正的答案，就是其实呢，如果这个心按照这个佛教里面像的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开放和包容的这个心态的话呢，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应该没有什么就是想不开的，就是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现在呢，并不是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像那个就是6、7年的时候那样的这个生活困难啊，可能你们好像就是有一个就是1942的这个电影吧，就是那个是很多听说你们这个学生也爱看，就是那么这里面的有些生活情节看了以后的话呢，很多人觉得是现在还是很快乐的，就没有就是当时的那些人的这种生活处境，如果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出现的话呢，恐怕人可能是这个活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说实在，有时候人要对比的时候呢，你并不是心就是一直往这个上就别人我要开什么这个宝马奔驰啊，就是我一定要当这个最有钱的，就其实现在很多人呢，他的这个目标的话呢，就是都看得不是很远的。说实在，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可能一方面现在我们这个汉地的话呢，就是这个儒教文化呢就没有了。其实儒教文化呢，就是有的话呢，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人生的为人处事的一种处理，它更没有就是像那个基督教一样，就是对来世啊，就是对整个人类啊，就是并没有这么想的。就是它的这种思想呢，从某种意义上面呢，我们还是很赞叹，就是对人的这个行为呢，就是有约束，就是应该说是怎么样做好事，怎么样做好人，怎么样感恩这个孝顺父母啊等等，就这些方面还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从这个基督教的一些这个思想比较起来的话呢，那么就是为什么是现在这个西方国家的很多人的这种思想家也好，就是诺贝尔获得奖也好，很多的话呢，就是他们想的这个远，就是想的这个站得高，就是这也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如果你再进行扩大的话呢，那么就是像佛教里面呢，就是对每一个这个包括动物在内的，就是很多用慈悲心来，就是那这个时候呢，所有的怨恨的敌人都已经你变成了你最亲密的朋友。就这种理念的话呢，那你在一个取其小事呢，就是不会当做一个特别大的事情来，就是连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付出绝对不会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呢，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样呢？就是要有一种爱和慈悲的这种课程就爱和慈悲的课程的话呢，的确是对我们的这个学生就是将来这个出来了以后的话呢，从自身的怎么讲就是自身的这个为人处事接人待物包括就是对你这个很多人的这个合作这方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否则的话呢，现在我们有些学生毕业出来以后呢，他的这个名称和待遇就很不错的就是很不错的。但是实际上真的要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每个人的这个家庭呢，就是可能家里也是就是养坏了，就特别关爱你，就是很多都是独生子。那这样的话呢，稍微碰一下，稍微接触一下就没有忍耐性就很多包括有一些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些这个学生就是他们遇到一点点的这种一些不幸的事情就不快乐的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呢，没有面对的能力，没有这个对付的这个能力，然后自己呢就是马上就崩溃了，马上就倒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人的心呢，通过训练出来的。为什么现在的很多运动员呢，就是其实他并不是天生的是就是那么这个厉害的，但是他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反复复的上百次的上千次上万次的这样的这种训练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慢慢就已经就是跳入出来了，就是已经这个运用自在了。那么同样的，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从小的是惯坏了，从小的是养坏了的话呢，那么你长大之后，稍微一点点的事情遇到的时候呢，你很脆弱就你很脆弱，要么你就选择这个出家，要么选择这个就是另一种方式来，就是开始对待。这就是我们现在人生当中呢，就是最缺少的一个教育就是最缺少的一个教育。所以呢，我们很建议
就是各个学校里面的话呢，就是应该有一种这个佛教的一些研究课程。就包括禅修啊，包括对这个心灵的这个咨询啊，就是心灵的一些就是调养啊，这样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对学生的这个长期的，或者说是他在生活当中的对他的这个利益呢，就是远远超过一个一般实践当中的这个文凭啊等等。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要去这样训练的话呢，人心呢就是应该是善的。就是并不是人心呢，是恶的就是应该可以这么讲的。那么像这个历史上的话呢，就是孔子啊、孟子啊，他们呢就是认为是我们人的本性呢是善的。那么后来这个荀子呢他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他认为呢我们这个人心呢就是还是恶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善的这一面呢是这个假的就是应该这个虚伪的，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但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英国和美国的有些科学家，就是他们反反复复的去观察，就去试验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心就是本初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善的。他们在试验的是怎么样试验呢？就没有受过任何的这个好和不好的教育的一些这个刚刚这个生下来以后，在特殊的一些环境当中呢成长以后的话呢，过了这个大概18个月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是刚刚可以站起来的时候呢，他不管是遇到哪一个客人，如果这个客人呢就是什么毛巾啊、帽子啊，就是有些东西扔在地上，他就无意当中扔在地上的时候，那么这些孩子呢就是他已经见到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拼命的拿上了，就是给那个客人，就是那么他通过这样的反反复复的，就是多次的这个研究和这个就是训练呢就研究和观察呢，最后呢就是现在就是科学家呢就是总认为是，如果是人心是本来是恶的话呢，那么就是它应该有一种恶的这种作用，但是呢就是它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呢就是一直认为呢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人心的本来面目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善的。那这样的话呢，人心既是善呢，就是我们这个本身是，就是佛教当中也是一切众生本来的是具有这个如来藏就是具有如来藏，就是这是佛教的一个特用名词。也就是说，这个佛性就是有善良的这个本来的这种心每一个众生都居住的，只不过是中间就是有一些这个偶然的，也就是说后然的这个障碍呢，就是遮惑而已。实际上我们的本心呢，就是应该是善的，就像是虚空呢，就是清净无垢的，只不过在上面呢，就是有一些障隔。这种障隔呢，就是我们不符合实际道理的。我刚才前面讲到的一些欲望之心就是这种欲望之心呢，应该是毁坏了我们很多就是社会人的正常的这个生活和正常的这种心理就是状态，它反面就已经成了一种这个情绪。这种情绪呢，应该对我们就是带来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如果我们有永不穷尽的一种欲望之心的话呢，那么我们带来的这种所有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物质的话呢，就是对你不一定有满足自信佛陀在那个佛经当中就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有一个叫做是依教经依教经。那么依教经里面呢，就是这样讲的，就是不知足者呢，就是随富而贫；知足之人呢，就是随贫而富，就是有这么一个校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心里就是欲望就是特别大的，就是没有满足性的话呢，那么虽然你特别的富裕就像这个就是龙王一样，就是应有尽有，所有的财产样样具足，可是呢你这个心里呢就是特别的这个贫穷，就是一直是觉得是我还需要什么，一直是没有满足的。如果你心里有一颗真正的这个满足自信，那么有了满足自信的话呢，虽然你这个一贫如洗，没有这个什么，但是呢，你应该说是从你的精神和你的生活呢，非常的这个富裕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呢，精神很贫穷，但是呢，物质就是很富裕的；有些人呢，物质很这个
富裕，但有些人呢物质很贫穷，但精神很富裕。那谁是快乐呢？那么精神就是富裕的人呢很快乐啊。确实，我们有时候城市当中的话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每一个人呢，就是拼命的去这个寻找。就是我有时候到这个城市里面的时候当然这个苏州的话呢，我好像是就是这辈子当中第一次来的，就是以前的是说这上有天堂下有书房，就是我说如果真的这个人间有第二个天堂的话，那要去看看，但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很多佛教徒让我去，就是一直没有，就是这次的话呢，就是有一种偶然，就是这么一个机缘吧，就是来了。但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是不是真的跟那个天堂就是相媲美呢？就是也差不多吧，就是因为我不太清楚你们那个苏州的这个人们的这个开心就是满足感就是其实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群体当中的话，只要自己有一种满足感的话，那就什么都就是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哪怕是我前一段时间我们那里的一个修行人就是佛教徒，我跟他认识已经应该20-30年了吧我还没出家的时候的是，但是他出家以后呢，就是他的生活非常非常简单，他每次都是稍微给他供养一点东西他的房屋里面就是哪怕是有一块这个地毯的话呢，他就觉得是太多余了，就每次都是担心这个事情呢，干脆送给别人了，只要有一点吃的就可以了。他的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但他特别快乐，特别开心。然而与此相反的，我认识的有些人呢，虽然在那个财富上呢，就是应该什么都有，但是呢，心里一直很贫穷，就觉得是很痛苦。正因为这样呢，我们现在人类有时候是欲望越来越大了，就是包括城市里面的话呢，你看就是很多人的就是开车现在越来越这个路越来越窄，然后车越来越多，人性的欲望呢越来越大。一个人有1辆车不行，我还要买2辆也不行，3辆。如果有机缘的话，可能一个人有100辆车也是觉得是不行。就是我们可能没有的时候呢，你觉得是就是有1辆车的话，都是肯定是可以满足的。当你真的有了这1辆车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任何感觉。就是你原来没有它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有了这个以后呢，很幸福的比如说你原来呢就是没有这个家庭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有了家庭的话，我肯定过得最美满、最快乐的。就是很多这个学生都是他的这个梦想，做梦也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你真的以后有了这样的这种这个机会的时候呢，你一看到说其实我不是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原来我认为应该这个是个很好的、很美好的，可是你真正是到了这里的时候呢，怎么会是这么痛苦这么麻烦呢？但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态有关系。心态好的时候呢，就是哪怕是到任何一个场合当中的话呢，他觉得这个是很美的就是很美的。如果你的心态不好的时候呢，到哪里都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你们可能心象学就心象学当中专门有这样的，你对任何一个事物的心象呢，不同的人看了以后呢，就是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如果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幅画，所有的人都觉得是好看的话，如果它的本体上是真的有非常美好的东西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人会就知道这是很好的。但是呢，因为从世间的心象学层面来讲，就是它里面就是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或者说是恒常性的真正的一个好，或者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如果它没有这样实有的东西的话，我们佛教呢就是刚好就是说的是这个空性，就是因为它的本体是空的原因呢，我们每一个人对它的这个评价不同的。如果它的本体是真的会实有的话呢，那这个实有呢，它眼前在所有的人的这个面前的时候呢，它显现在所有人的眼前的时候呢，那我们都会把它的原来的本来面目呢，就是都看得这个清楚。所以呢，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我总觉得人们呢，就是觉得是有了钱，有了这个地位，就是那这样是最快乐的、最好的
为什么现在包括就是大城市里面的很多人呢，就是拼命的把这个目光呢就是放在这里。很多大学生，我遇到的很多大学生也是好多人的这个，尤其是一些这个有个别的一些这个学生呢，到了20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就根本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人生的哲理是什么样啊，哲学的道理是什么样啊，以及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个真相是什么样啊，或者是我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怎么样帮助这个可怜的人啊，回馈社会啊，等等诸如此类的这种梦想呢，很多人很少。很多人包括有些这个年轻人呢，当然我们也理解，就是很多人的在年轻的时候呢，就觉得是我怎么样好看我怎么样就是过得快乐我怎么样就是围绕一个特别就是实际上你再怎么样好看也是你这样的这种美好呢，就是过了几十年以后呢，你也跟这个特别难看的老人一模一样的了，就没有什么就是实质的了，就是没有什么实质的。那么你再怎么样忽悠的话呢，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很多这个报道包括很多人的人生的经历的时候呢，那确实是这个忽悠的人上半年就是上半身呢，就是他很忽悠，下半身呢就沦落于在这个监狱当中的。有些人很多的这个佛教里面所讲到的这种无常的道理呢，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是确实是不太懂，所以年轻人呢，身体应该算是已经成熟了，但是心理呢确实是这个不成熟。这种不成熟的这样的这种事情呢，自己还不知道。当你到了50、60岁的时候呢，你明白你在这个学校里的时候呢，其实你该学的知识呢都没有花时间。尤其是现在网络就是特别的发达，就是说真正在网络上的话呢，不需要的知识呢，就是很多人学的特别多，花的时间是特别多。花的时间特别，而对你的人生真的有用的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乃至生生世世的有用的知识，但这个你没有考虑的话呢，对你今生当中真的用的一些慈悲就是一些真正的这个助人为乐的一些这个理念那这些方面呢，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就是没有学，所以呢就是过得比较这个浮躁就是就可以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呢就是没有搞好这个绿化就心里呢是完全是一种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沙漠的这种天地一样的就是没有这个教养的这种这个雨水的这个滋润没有，然后呢也没有这个3秒的这个种子在这里呢就是进行这个有这个抚养就是没有。这样以后的话呢，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心理呢就是比较这个贫寒，就是可以这么讲就是现在很多人包括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有些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呢就是没有规律就是睡觉呢就是不好好睡觉，就是天天的是上网就是等等，然后呢就是穿衣服的话呢就是也是使劲的是给别人比，就是其实我的建议呢，很多大学生呢在读大学的时候穿的应该就是一般的好，就是不要这个太好了吃的话呢，就是因为身体正在成长的时候呢，可能比较而言，如果自己有条件的话呢，还是健康的食品就是吃好一点，应该重要。但是很多人反过来，就是尤其是很多女生大学生的话呢，宁可就是吃的不好，就是要这个很多都卖这样那样的东西就是装饰就是庄严那这样的话呢，就这也是一种这个浪费，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心灵的这种垃圾呢没有清除我听说很多大学生的话呢，就带的东西特别多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衣服也带的多，食品也带的多，包括这个寝室里面的是乱七八糟的，就是弄得很不干净的。那这是心里就是不干净的话，那就是你的这个住处有不干净的地方。如果心里干净的话呢，我以前去这个泰国去泰国很多这个禅师的禅堂里面呢，特别值得羡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住处就住处的话呢，就很简单，就是就非常的这个他的这个穿着的衣饰然后就是杯盖就这些的是很简单的。然后他们呢就是过堂的时候是中午就是只吃一顿。那么其实人呢应该是这样的，有一个简单的生活，简单的衣服就已经可以了。可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的，不需要的太多了。苏格拉底有一次在百货商场
就是他说的是他说看呐，我们就是有这么多不需要的东西，就是我就是不需要的有这么多的东西，我真的过得很幸福，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可能你们很多人就是就是要买这个衣服，要这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么这样的我们的欲望成长，用物质来满足，用物质来填我们的欲望的炕的话，那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麻烦。如果我们用心灵的这种女化呢，清除就是所有的外面的这个欲望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垃圾食品啊、垃圾衣物啊，以及这个垃圾的所需的一切东西的话呢，那么你人呢就是过得这个干干净净啊。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腐败分子啊，很多腐败分子呢，其实他们根本不缺钱。说实在的，就是他们在饮食住行方面根本不需要就是缺乏，可是一个人就是需要就是很多的这种欲望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一个人买多少套房子啊，就是等，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最后自己也是就是没有权利就是过一个平常人的这个生活。所以我在想呢，我们在座的这个学生也好，老师也好，有时候呢，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就是经常讲用真知正念来反观自性。就是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我们要跟这个不能变成就是跟世界人面前的一种怪物就我们什么都是不能跟他与时俱进，也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完全的是以自己的欲望而行。如果我们看着这个别人的这种欲望，看着自己的欲望而做的话呢，那么今生当中就是活得很累、很痛苦。那么这样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可能是需要什么呢？就是需要有一种这个满足感，这是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充实和满足这样才人生呢就是过得真正这个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幸福呢，就是人生的幸福呢，我始终觉得呢有一种自己的这种满足感就是连在一起。幸福感呢，就是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满足感就是最近我看到很多那个新闻当中就是讲拉萨是那个在中国这个包括上海、北京就是很多这个城市相比较起来，就是38个城市当中比较起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拉萨市呢，就是说这个幸福感最高的，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2011年也是这样的，今年好像2012年也是说是这个连续6年呢，就是说是拉萨呢，就是说是在整个这个全国来讲，就包括这个国家统计局就是他们通过这个调研，就是去观察的时候呢，说是拉萨市就是它的这个幸福指数是最高的。当然他们有些新闻当中呢，就是说是为什么是哪里的这个幸福指数很高呢？就是主要是这个有他们的这个房子就是有一些这个生活待遇那么我想这个也是可能就是一部分的原因。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呢，因为这个拉萨就是这个藏族人的话呢，都是这个信仰这个佛教的。那么信仰佛教的话呢，说实在的。即使你遇到很大的这种痛苦和困难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有这样的这种面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我想拉萨这个幸福指数最高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呢，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信仰这个佛教的这个心态调整。为什么不丹呢？就是幸福指数这个全世界来讲是最高这个国家之一呢？原因就是在那里呢，全部都是学的是这个藏传佛教。那么拉萨呢也是同样的，如果你再进行去观察的话呢，包括这个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还有很多的这个藏民族居住的地方呢，他们都有这个，除了极个别的现在的个别年轻人呢，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已经这个就是没有这个信仰了，就是除了这些人以外的话呢，大多数人呢就是有这个佛教的这个信仰。而有佛教信仰的这些人呢，的确也是有一种自己的这个道德的这个约束就是道德的约束。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新山
啊，就是断恶方面的话，那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就前一段时间我们在一个地方呢，就是开一个论坛，就是这个论坛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对少数民族的这个防艾滋病的一些这个研讨。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观察得到，就是这个甘孜州啊，就是甘孜州呢，就是大多数都是藏族自治州。那么这个地方附近的话呢，就是有凉山自治州。凉山自治州呢，就是主要是彝族。那彝族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艾滋病蔓延的非常的这个厉害，就是有关新闻网络上都是你们看过的，就非常多的。而藏族呢，就是与它这个邻居，就是甘肃藏族州是邻居，它中间没有任何的围墙。但是我们去了解的时候呢，因为藏族人呢，就是他就没有这个吸毒啊，就是他在很多的这个行为上的话呢，就是那么是应该是具有这个非常高尚的这个道德的这个约束。只有这个围墙，就是除此之外呢，没有任何这个理由，都是在经济条件上的话，都是少数民族，基本上是这个差不多。那么这个气候啊，就是还要各方面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是并不是说是那个民族是如何好的，但任何一个民族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价值观所在，而且这种文化呢，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里面，就是如果真的是有一些用得上的话呢，那即使他遇到了一些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他也会有面对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以前那个去这个玉树地震啊，玉树地震的时候呢，当时我在那边待了这个大概是可能6天左右吧，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当时的这个一些被地震这个遭受这个危害的一些病人啊，就是包括有些病人的这个家庭啊等等。但是呢，前所未有的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第一个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心理安慰啊，然后有些人是家里面只剩下一个人，其他的他的所有的人全部都已经只是被这个地震啊，就是全部都已经是死亡了的，但是自己呢就没有这么大的这个痛苦。我记得很典型的有一个老太太，就是大概是60多岁，她在这个临时的那个医院里面呢，就是治病，就是治病的时候，她的这个一只脚呢，就是已经这个就已经这个摔断了，就是已经断了。然后她这个家里呢，除了她一个人以外，全部都就是死完了，就没有了。但是她面带笑容，就是她一边拉着念珠，就一直在念经。然后我特意问了她，就是你家里就是听说是你家里人所有的人都死完了，就是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就是他说没有什么吧，就是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这个修行人啊，就他说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人就是生老死病都有的，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么一切都无常的话呢，这种现象呢，就是应该会产生的。所以我当时呢，就是确实感觉得到，就是我是应该这个从小都是学习佛法，或者说是长大以后一直研究佛法。但是我在自己心里想，我如果在我的身上这样发生的话，那就是会不会我能想得到有没有这个老太太的境界？我也反观过自己，就是确实。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我想是这个我们人生不可能是一个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一直呢就是一直这个不遇到任何的这个困难呢，不可能的。就是人生当中应该是这个此起彼伏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灾难啊、痛苦啊都会这个出现的。当你出现这种痛苦的时候呢，就是痛苦是痛苦，快乐是快乐，这个是谁都会知道的。但是在痛苦当中找到了你这个存活的这种快乐，当你快乐的时候也是不骄傲，就是也能看这个身边的人，能照顾就是该需要帮助的人，就这就是我们一个这个应该是智者的一个这个选择啊，就这是一个智者的这个行为。所以我在想，我们很多人呢从这个心灵的这个绿化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如果你心里真正是有一种这个自己就是有一种满足感，就事实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讲这个随缘吧，就是随缘。其实随缘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普通的词，但实际上呢，这是对我们生活当中来讲还是一个很深的教义。如果无论是你在任何场合当中，你有一种随缘的这种感觉的话呢，就是都不可能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那有些人可能认为你这样随缘的话呢，就是佛教是不是都非常消极的，非常这个就是像我们这个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就是看破就是什么都不管就是对自己的什么子女家庭就是
赚钱啊，什么都不管，是一种消极，绝对不是。佛教是应该是从它的所有的这个精神层面来讲的话呢，是非常积极的，而且我们也不强调任何的这种懒惰啊、懈怠啊、鄙视啊，这些所有的一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呢，全部都是不提倡的，并且呢，真正的一些佛教的修行者的话呢，在他的深刻意啊，会发现出说他的勇敢和英明，因此呢，我想通过一些佛教的慈悲理念也好，或者说是自助少欲的这种观念来，就经常呢观察内心。那这样的时候，你的心呢就逐渐一定会是有一种非常的这种快乐啊，这种快乐呢谁也抢不走的，谁也夺不走的，谁也呢没有办法让你痛苦，这种快乐是应该是很永恒的。我们在座的人不可能不希求快乐，而且这种快乐呢也是很持久的啊，就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临时的时间的一个快乐，你到一个不太文明的一个场合里面去，你就享受一个快乐的话呢，暂时对你来讲是有一种快讯，有一种迅速的这种刺激的作用，但是过了一会儿的话呢，反而对你的心理、对你的身体呢有特别大的副作用。而我们如果有一种真正的这种教育，或者说是一种培训心灵的方式来让你得到快乐的话呢，它是最安全的，就是最可靠的。那这样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有着这样的快乐的话，即使你在人生当中遇到生老死病、哀悲离苦等等，各种各样的痛苦的时候呢，你也会非常坦然的去面对。所以佛教当中呢，有特别多的一些这方面的精彩的故事。我在这里呢，并不是要给大家非要传教，非要呢打广告啊，我佛教如何你好，你们所有的人去皈依的话，那你每个人得到什么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要负责任的跟大家应该要说，其实世界上呢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妙药。我们现在思想很疲乏的，思想很欠缺，这样的这些人的话呢，那么很需要心灵的这种妙药。如果心灵的妙药没有的话呢，那么整个物质世界全部都是拥有你一个人拥有的话呢，你不一定获得很快乐的。就我们现在我都遇到过一些特别有钱的一些老板啦，一个人都是拥有好几百亿的那个人啊，但是我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始终都是找不到因为这种钱财呢对他人生呢带来无比的这种快乐。从按照我们普通人的一种心理看，尤其是特别喜欢钱的一个人的心理看啊，一个人有100个亿或者是1个亿的话，那肯定很快乐的，一天都是哈哈大笑，不会有丝毫的痛苦。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这么想，可是你真的是拥有这种钱财和地位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愁眉苦脸的，连晚上睡都睡不着。所以现在为什么中国人呢卖安眠药那么多的，他们的市场那么好呢，很多人的因为生活浮躁啊，痛苦啊，白天晚上都经常用这种药啊，所以说我想富贵的人呢可能买的更多的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钱到底是不是快乐的赢？如果对你不快乐，对社会也没有做丝毫的利益的话呢，一个人占用钱财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呢很多人都会明白的。这样以后呢，我们从内心当中如果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的这种快乐的点的话，那人生也是很幸福的。心灵的话呢，应该需要从这方面的这种润滑。所以我呢经常在学校里面呢，看到很多老师上一些心灵方面的这种课的时候呢，特别佩服，也很随喜。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需要这样？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教育的话呢，你要离开了学校之后，有没有也很难受的。所以呢你们也是以后呢肯定会有名望、有财富、有地位的这样的人。那这个时候呢最关键的我觉得是要关心这个社会。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每个人的从早到晚、从小到大就一直想到是自己，最多是你想到你自己的家庭和你自己的亲
心情。除此以外呢，就你就更不像就是周围的人，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呢关心的人呢，就是越来越少。这就是一种自私的心。其实任何一个自私的心，它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呢，应该是不是这个很光明的？无私的心、利他的心，它所带来的这个光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会照耀世界。我想今天讲到这里，好吧。